你或许认为家里存满白米就高枕无忧，但试想，如果有一天突然停电又断瓦斯，厨房炉火熄灭，你面前堆积如山的生米能派上用场吗？白米是我们日常最爱的主食，但在没有电、没有瓦斯的危急时刻，它却可能成为一堆无法入口的累赘。生米又硬又干，就算泡在水里也难以变软，没有长时间煮沸，根本煮不熟。在关键时刻，一碗热腾腾的饭比黄金还珍贵。然而，若没有火源，黄金买不来熟饭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用一个小故事来还原这样的情境。半夜，一场强震袭击了城市。年过花甲的李伯伯从摇晃的床铺上惊醒，发现家里的电灯全灭，瓦斯炉也打不着火。天亮后，他才知道地震震坏了瓦斯管线，全城都陷入停电停气。李伯伯平日爱惜的囤了好几大袋白米，他心想，还好我有米，不怕饿肚子。然而，当他摸黑走进厨房，才赫然发现瓦斯不通，电锅罢工，眼前一袋袋白米竟无法派上用场，没水没火，他根本煮不出一碗饭来。饥肠辘辘之际，他试着抓一把生米塞进嘴里细嚼，但又硬又干的米粒怎么也吞不下，还觉得牙疼。他不禁陷入苦恼，难道家里粮满囤丰，却只能干瞪眼挨饿吗？幸运的是，隔壁邻居小王平时就热衷研究求生之道，囤的食物有点不一样。地震当天早上，小王从储物箱里翻出一包干面线和一个小小的露营瓦斯炉。只见他接出阳台的雨水储存桶，倒了些水进露营锅里烧开，再抓起一把面线下锅。不一会儿功夫，一碗热腾腾的面线汤就煮好了。他邀请李伯伯过来一起喝，两人各分得一碗。李伯伯捧着冒着香气的面线汤喝了一口，只觉得暖流直达胃肠，那种饿极后获得热食的满足感让他差点掉下泪来。他感激地问小王，你这面哪里来的？小王笑了笑，指着屋里堆放的干货，我平常有准备一些不用煮太久的东西，比如这种面线、冬粉还有米粉。发生这种事，煮它们省瓦斯又省事。李伯伯闻言懊恼又惭愧，心想自己光顾着存白米，却忘了断电断气时煮饭的难处。这一刻他总算明白，小王那几包平平无奇的干面，关键时刻竟比家里堆着的白米还管用啊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如果没有能把生米变成熟饭的条件，再多的白米也救不了急。只靠囤积白米远远不够，我们还需要那些遇水、即食、快速煮熟的主食来应对突发状况。其实不只是个人经验，各国防灾专家也一再强调，家庭应备妥紧急存粮与水源。以日本为例，他们推行72小时存粮概念，建议每个人至少准备3天份的饮用水和食物，以应对灾后救援未及的空窗期。饮用水通常以每人每天3公升为基准计算，食物则强调易保存、免烹煮或少烹煮，像罐头食品、干粮饼干、即食面包，以及我们本篇介绍的各种快煮面食，都是理想的防灾存粮。正因为经验显示，大灾难发生后的头几天内，电力和瓦斯供应常常中断，过于依赖炊具的食材，例如生米、生豆等，便难以及时派上用场。因此，滚动式备粮法也应运而生。平时每周都购买并食用一部分存粮，同时补充新的备粮进去，确保存粮永远在保质期内，且自己吃得习惯。一份完善的应急存粮清单应该包含高热量易饱腹的主食、优质的蛋白质来源，如肉鱼罐头、豆类，少量能提供维生素的干菜或罐装蔬果。当然还少不了干净的水和基本的炉具、打火机等。此外，也别忘了备一些平日爱吃的小零食、小甜品，在紧张的避难时刻，偶尔尝到熟悉的甜味、咸味，有助舒缓情绪，增添撑下去的勇气。谈到方便素食，不得不提大家熟悉的泡面。事实上，世界上第一包即食泡面的诞生，就是为了解决无法好好煮饭的难题。一位名叫安藤百福的日本发明家，于20世纪50年代发明了速食拉面。他将面条榨干，使其可以久放，又能在几分钟内用热水泡开食用，迅速供应热量。
这项发明最初是为了满足战后粮荒时人们快速吃上一碗面的愿望，如今更风靡全球，成为居家旅行解决温饱的利器。然而，泡面毕竟是油炸食品，含盐量高，油脂高，长期以它为主食对健康不利。银发族如果连续几天3餐都是泡面，恐怕身体也吃不消。所以囤粮时别只想到泡面，建议还是多准备几种更健康的快煮主食交替食用。例如我们介绍的冬粉、面线和米粉，这些面食没有经过油炸，脂肪含量低，吃起来较为清爽，也更适合长辈持续食用。当然，关键时刻泡面能填肚子就已经功德一件，只是有其他选择时，不妨让饮食多样化，营养也比较均衡。所谓快煮主食，指的就是那些即使在燃料有限、时间紧迫的情况下，也能用极短时间烹调，甚至用热水泡一泡就能吃的主食类碳水化合物。它们平时或许不起眼，关键时刻却是救命的宝物。接下来，我们就一同看看银发族应急储备清单中的3大快煮主食是哪3样，以及它们为什么在危急关头比黄金还珍贵。如果我告诉你，有一种主食不用瓦斯炉，只要一壶热水焖一焖就能吃，你一定想知道是什么吧？没错，说的就是冬粉。这种细细透明的粉丝，平时常被当作火锅配角或凉拌小菜，但在断气断电的危急时刻，它却能摇身一变成为主食明星。为什么说冬粉是救星？因为它非常容易煮熟。冬粉的原料多为绿豆或地瓜等淀粉，制作过程中先将淀粉调成浆，再拉成丝干燥。也就是说，冬粉在加工时其实已经部分熟化，只要再次吸水加热，就能迅速变软变透明。当你没有充裕燃料时，煮冬粉可以大大节省时间与瓦斯。举个例子，滚水下锅，放入一把干冬粉，不到3分钟它就变得柔滑 Q 弹，吸饱了汤汁。如果你想更省火，也可以先用冷水将冬粉浸泡10分钟，让它回软，然后水一开煮个1分钟就能上桌。甚至有经验的生存专家分享，如果完全没有瓦斯，只要有刚烧开的热水，把冬粉投入保温瓶中焖上一阵子，一样可以焖熟，冬粉变成可以果腹的热汤粉。想想看，在寒冷黑暗的夜里，如果能用剩余热水泡出一碗暖乎乎的冬粉汤，那种从胃到心的温暖，绝对胜过干啃饼干地熬夜挨饿。冬粉柔软好入口，对牙口不好的银发族来说也很友善，就算牙齿不好也能方便的吞咽。冬粉除了易煮，它还有一个特点，体积膨胀，少量也能吃饱。干燥的冬粉看起来只有一小把，但加水煮透后会吸收数倍体积的水分，变成一大碗。有经验的主妇都知道，煮汤时丢一撮冬粉进去，往往锅里会长出满满一锅。对于囤粮来说，这意味着同样重量的干粮，冬粉可以让你感觉吃到更多，更有饱足感。在紧急情况下，人不仅需要热量，也需要水分。冬粉煮成的汤面恰好同时提供热量和水分，一举两得。相较之下，如果吃干粮还得额外找水喝，用冬粉煮汤则把水一并喝下肚，更有效利用有限的水资源。难怪很多老一辈在灾荒年代都习惯煮一锅稀饭或汤面来撑过难关，那其实就是充分利用水和主食体积来欺骗胃的聪明做法。冬粉正具备这种特性，一点点就能煮出满满一碗汤粉，让你在食物匮乏时依然有得喝有得吃。从保存角度来看，冬粉属于干燥食品，只要密封防潮，可以保存相当长的时间而不易变质。市售干冬粉通常有至少1到2年的保存期限，但只要不受潮不被虫蛀，实际上放3-5年也往往仍可食用。在准备应急存粮时，你可以多买几包品质好的干冬粉储存。建议选择原料单纯的绿豆粉丝，因为纯绿豆制的冬粉韧性较佳，泡久也不易烂。平时料理时也不妨偶尔拿出来煮，尝试各种料理方式，这样不但可以轮替存货，避免过期，也能让自己熟悉如何烹调冬粉。在有瓦斯的日子，冬粉可以变化出很多美味，例如虾米炒粉丝、冬粉蒸蟹、粉丝煮蛤蜊汤等等。
而一旦没瓦斯没电，把冬粉加上热水和调味包，同样可以成为简单却温暖的一餐。正因为冬粉便于保存，烹调快速，膨胀有饱足感，在关键时刻，它的价值绝不输给任何昂贵食材。或许平时你觉得一包冬粉不起眼便宜，但在断炊的时候，它所带来的每一碗热腾腾的粉丝汤，可能都比黄金还珍贵。现在想想，您家的储备粮里有没有冬粉的身影呢？别忘了给自己多留几包这样的救命干粮。再来看看有长寿面美誉的面线，这种细如发丝的面条蕴藏大能量，滚水里1-2分钟就能煮熟，难怪古人拿它象征长命百岁呢。而在现实的求生情境中，面线同样能帮助我们延续生命。面线是以小麦面粉制成的极细面条，通常在制作时会加入盐巴增味，并降低面条湿度，再拉长晒干。因此，干燥的面线细而脆，摸起来带点咸咸的粉末感。别小看这些细面条，它们可是极易熟的主食之一。正因为面线直径纤细，比一般阳春面、意面等都细上好几倍，煮熟所需的时间也短得多。把面线放入滚水中，往往1-2分钟就软化熟透，可以立刻捞起食用。如果您觉得1-2分钟还嫌久，还有一招，将面线折断放入碗中，直接冲入沸水，加盖焖上3-5分钟，不用开火也能让面线变软成可入口的面条。这种冲泡面线的做法有点类似泡即食面，但面线本身没有经过油炸预煮，需要稍微浸泡才能软透。即便如此，相较于动辄10几分钟起跳的白米饭或其他面类，面线的确是省时省燃料的好选择。面线煮起来除了快，还有个好处是味道顺口，容易消化。由于面线含盐，在煮的过程中本身就带有一点咸味，煮成汤面时，即使只加清水也有淡淡的底味，不至于完全没滋味。当然，如果手头有高汤粉、味噌或其他调味料包，加一点进去，汤头会更美味。对于经历灾难的人而言，能喝上一碗有咸味的热汤面，足以安抚紧张疲惫的身心。银发族在压力下胃口不好时，面线更是一种容易入口的食物。它柔软滑顺，比起粗糙的饼干或硬邦邦的干粮更容易咀嚼和消化。许多长辈生病或胃口不佳时，家人也常煮碗清淡的面线给他们吃，因为面线不会让胃肠太负担。因此，在紧急情况下，面线既能果腹，又不会刺激脆弱的消化系统，可谓老少皆宜的救急主食。顺带一提，闽南地区有一道著名的平民美食，叫面线糊，正是利用面线易煮软烂的特性，将其熬煮成浓稠的面粥。一大锅面线糊里加些番薯块、丝梨或蔬菜，就能煮出满满一桶糊汤，足够分给许多人享用。在过去物资匮乏的社会，乡里婚丧宴客常以面线糊款待宾客，再多人来都有得吃。因为锅里全是吸饱水的面线糊，特别经济实惠。这种以少喂多的智慧体现了面线的价值。它柔软绵延，能像粥一样填满每个人的碗，也填满饥饿的胃。对于我们现在备粮也是同样道理，储备一些面线，必要时煮成一大锅汤糊。就算周遭邻居没准备粮食，我们也许还能分享一些，帮助更多人挺过难关。谈到保存，面线和冬粉一样，属于干燥食品，保存得当可以放很久。由于面线在制作过程中加入了盐，又完全脱水干燥，这使得它不易发霉变质。未开封的面线放个1-2年，风味口感不会明显改变，是非常适合囤积的主食之一。不过有一点要注意，面线怕潮湿，一旦受潮会变软结块，严重时还可能滋生霉点。因此，开封后的面线务必密封保存，可以装入夹链袋或密封罐内，再放置于干燥阴凉处。如果储藏环境非常潮湿，还可以在容器内放一包干燥剂，以保品质。另外，由于面线较细且含麦麸，如果保存太久，也有少数情况会生小虫，例如米蛾幼虫。避免的方法除了密封，也可以每隔半年检查一下，或将面线放冷冻库保存，以杜绝虫卵孵化。虽然发生几率不高，但早做防范总是好的。总体而言，面线的保存难度不大，
只要保持干燥洁净，它可以安安静静躺在储备箱中多年，等到你需要它的那天。在烹调运用上，面线也相当多元。平时我们可以用面线煮成各种美味，例如加点姜丝和柴鱼，熬煮成清甜的鱼汤面线，或是与麻油鸡同煮成滋补的麻油鸡面线。这些料理平时好吃，到了紧急关头也同样派上用场。当然，灾难来临时未必有新鲜鸡肉、鱼肉供应，但只要我们平日预备了一些简单的调味料和干货，也能让面线摇身变成佳肴。举例来说，若备有罐头肉酱或肉丝，拌进煮好的面线里就是一碗肉丝面线，有海带芽、紫菜等海藻干货的，撒一些进汤里就成了海带面线汤，额外补充碘含矿物质。即便什么配料都没有，端出白面线汤时，撒上一点盐巴、胡椒或几滴香油，也能增添风味。最简单的吃法，莫过于直接淋点酱油，拌一拌就是干拌面线，同样下肚暖心。面线本就是庶民美食，在困境中更能发挥它随遇而安的本色，有什么料就加什么料，没有菜没有肉，一碗咸香的热面线也足以充饥续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面线因为本身含盐，有些长辈可能担心钠含量高对健康不利，但在短期的灾难应变中，保持体力是第一要务。只要不是长期以面线为主食，其实不用过度担心一点盐分摄取。而且人在流汗或拉肚子脱水时，体内电解质流失，喝咸一点的汤还能补充盐分，防止抽筋呢。在炎热环境下避难时，一碗略带咸味的面线汤，甚至比白开水更解虚火，补充体液。当然，如果您平时有高血压等需低盐饮食的状况，也可以在煮面线时多加水稀释，或把煮面的第一道水倒掉，再加新水煮第二遍，降低面线上的盐分残留。不过这种方法较费水，仅在水源充足时采用。总的来说，面线适度的咸味在求生时并非坏事，反而可能有助维持身体的电解质平衡。囤一些面线在家，就算不发生灾难，平日煮来吃也方便省事。它价格低廉，分量足，一旦真正陷入困境，这看似普通的细面条所带来的饱足和慰藉，恐怕就不是金钱能衡量的了。有了面线在手，我们就多了一重保障。银发族们，不妨现在就去买上几捆面线备着，说不定哪天它就成了救命的宝物呢。最后轮到米粉上场，想象一下，一碗白饭可能要半小时才能煮熟，而一碗米粉却只需短短几分钟。你说它厉不厉害？米粉和白米一样源自稻米，但却比白米更适合在应急时顶替主角的位置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米粉其实可以看作是预煮版的米饭。制作米粉时，先将大米磨成米浆，再经蒸煮成型，压挤出细细的面条状，最后干燥成为我们看到的一束束干米粉。以台湾闻名的新竹米粉为例，传统工序是将调制好的米团放入蒸笼蒸到半熟，取出压制拉丝，再放到太阳下晒干。如此制成的米粉，已经历过蒸熟定型，再次煮的时候就特别省时省火。打个比方，如果白米饭需要15分钟煮熟，那么同样原料做成的米粉可能只需要3到5分钟，甚至更短。特别是细米粉，提前用冷水浸泡一下会更快软化，下锅稍微一滚就熟透了。哪怕没有瓦斯火，用热水长时间浸泡，米粉也能渐渐吸水，变软到可食用的程度。这就是米粉最大的优势，以最低的燃料和时间成本，吃到与白饭近似的主食热量。米粉的另一个强大之处在于烹调的弹性，它可汤、可炒、可烘、可碱。在物资充足时，米粉可以和各种食材搭配，变化出丰富的料理。在资源匮乏时，清水煮米粉一样能果腹充能。平日在喜庆宴席上，我们常看到炒米粉这道菜，只要一大锅，把米粉和高丽菜丝、肉丝等一起炒，咸香入味，再多的客人都能吃上一碗，人人满意。这恰恰体现了米粉以少味多的本领，少量的肉菜加上一把干米粉，就能炒出一大盘，让多人共享温饱。因此在灾难发生后，假如有点零碎的配料，比如罐头肉、
干蔬菜等和米粉搭配，一锅炒米粉或煮米粉汤，就能让一家人都有东西填肚子。退一步说，就算没有任何副料，单靠米粉本身也可以煮成一道简单的主食。舀几碗清水煮开，下米粉煮软，稍加盐巴或酱油调味，就是一碗热腾腾的米粉汤。如果觉得没油水，不妨在煮的时候滴几滴食用油进去，让米粉带点油脂，更滑顺好吃。可以说，米粉的适应性非常强，有条件时，它能吸附汤汁和配料变成美味；没条件时，它也能独当一面。只用水和盐也能让你吃下一餐不饿。许多银发族也许对米粉有特别的情感，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米粉曾经是不少家庭的救急口粮。相传在1950年代，台湾经济困顿时，坊间流传着一家煮米粉，全村能吃饱的戏言。意思是说，用有限的米粉加入其他食材一起炒，可以炒出满满一大锅，左邻右舍大家分着吃，都能填饱肚子。尽管有夸张成分，但也反映出米粉确实是那段岁月里缓解饥饿的重要粮食之一。对老一辈而言，炒米粉、米粉汤这些朴实的料理里，藏着多少渡过难关的往事啊！即便在今日，台湾各地庙宇的平安餐与社区的敬老宴上，炒米粉依然是常客。它象征着团圆和满足，也从侧面说明了米粉的实惠和果腹效果。在家中储备米粉也同样明智。说到保存期限，米粉因为是纯米制成，没添加防腐剂，但干燥良好的情况下，依然可以保存1-2年，甚至更久。像冬粉和面线一样，米粉最怕的也是受潮。一旦潮湿，它可能发霉或产生酸味，失去原有的香 Q 口感。因此，储存米粉要特别留意密封和干燥。一般建议将买回的干米粉连同原包装放入夹链袋中，储存在阴凉干燥的地方。如果有真空封口机，也可以将米粉真空包装后再收藏，能大幅延长保存时间。还有一点，市售米粉有纯米和淀粉调配2种，建议选择标示纯米制造的米粉囤积。虽然价格稍高，但纯米米粉通常较香且耐煮，不容易煮成一糊烂。平时可以先买少量试煮，找到自己喜欢的品牌口感，再多囤几包。同时别忘了跟前面提到的主食一样进行轮替，定期将存货拿出来煮，然后补新货进去，确保永远拿得出不过期的米粉来用。这样真正需要时，你才能自信地从储藏架上搬出一包完好如初的米粉，为家人煮上一锅饱饭。最后从营养角度说一下，米粉的主要成分和白米雷同，几乎都是碳水化合物，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含量都很低。所以长时间仅以米粉为主食，营养上和只吃白饭差不多，可能会缺乏一些身体所需的元素。不过在危机发生的短期内，我们更重视的是热量和水分的补充。正如前面讨论冬粉和面线时提到的，能搭配的配料就尽量搭配，没有的话暂时以主食充饥也无妨。等撑过紧急阶段，我们再来想办法改善饮食均衡。在储备阶段，若条件允许，可以囤一些豆类罐头、干蛋粉，例如鸡蛋粉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，一起存放在面食区。灾后煮米粉时，加入豆子或蛋粉一起煮，就能补足蛋白质来源。蔬菜部分，干燥的胡萝卜片、脱水青江菜等等，也可以备一些。煮米粉时抓一小撮丢锅里，多少增加些纤维与维生素。总之，米粉作为主食提供碳水没问题，但要让老人家吃得健康有力，平时备料还是要有点搭配的智慧。做好这些准备，到时一碗米粉下肚，不仅暖身，更能提供足够能量支撑我们度过难关。试想，当真正危机来临，你端出一锅热气腾腾的米粉汤，全家围坐分食，那画面是何等珍贵。也许平时看来普通不过的米粉，在此刻却成了最有价值的宝物。没有比看着至亲在饥饿中喝下一碗热汤更让人感动欣慰的事了。而这一锅饱足的米粉所需的，不过是我们事先多做了一点点准备而已。黄金白银再贵重，在灾难中也填不饱肚子。几把快煮的米粉，却能换来家人的续命恩情。所以千万记得，
米帛装满，不如粮柜里多几包米粉。现在准备，在未来就多一分生存的希望。总而言之，白米虽好，却不是唯一的救命粮。真正面临断气断电的时候，那些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煮熟的主食才是关键。冬粉、面线和米粉这三大快煮主食各有各的优点，它们易保存、易烹调，饱腹感强，在能源和水源有限的状况下，能最大程度填饱肚子。银发族朋友们，不妨现在就检视一下自家储备，别再傻傻只囤白米了。请把上述这些快煮主食也纳入您的应急清单吧。同时搭配适量的罐头和干燥食材，以及一些备用的瓦斯罐和干净水源，您就为自己和家人筑起了一道坚实的生存防线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当今世界气候变迁、战事频仍，粮食供应的不确定性增加，提早为家中准备一些耐放易煮的存粮，不仅是防灾，万一遇到物价暴涨或短暂断供，也能从容应对。凡事怕的就是到用时方恨少，现在多做准备，灾时才能少一分遗憾，多一分从容。希望我们都永远用不上这些备品，但有备无患，未雨绸缪总是好的。当灾难来临时，我们至少能够端出热腾腾的饭菜，相信那一刻，每一口吃下去的都不只是食物，更是安心与希望。